美国加大对俄制裁，并取消乌克兰的武器限制，俄罗斯的末日要来了。乌空军实力大幅提升，采购100架鹰狮，决战即将来临。乌克兰战斗英雄地狱18小时消灭50多名敌人。俄将军公然抗命，空降部队执行地面冲锋。红军村新突破，解放库切里夫亚尔。赌上国运，俄冬季攻势提前。又一条大鱼，白俄前总统候选人的儿子为俄罗斯而战时阵亡。罗马尼亚战机紧急起飞，拦截俄无人机。精彩资讯马上开始。新的双普会晤已经取消，特朗普到底怎么想的？目的是什么？是否要站到乌克兰这一边？火力军已经看不懂了。不过对于乌克兰来说，这是实打实的好消息，因为会晤取消，美国之前推进的对俄制裁又开始了。北约秘书长吕特前往华盛顿，说服特朗普坚持就地停火。普京能说好话，欧洲也行。吕特表示，特朗普承担起了他才能胜任的领导角色，而且他正在这样做。特朗普很开心，自己做了努力，终于被人看到了，当即拍板，是时候制裁俄罗斯了。同一时间，美国财政部宣布，因为莫斯科在乌俄战争中缺少对和平进程的认真承诺，已经对俄罗斯石油公司、卢克石油公司以及数十家子公司实施全面制裁，包括炼油厂、矿业公司、物流公司和技术中心，在美国所有财产和资产都被冻结，任何与其相关的交易都被禁止，任何购买其原油及产品的买家都会自动受到2级制裁。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表示，现在是停止杀戮并立即停火的时候了。想要实现这个目的，制裁无疑是最有效的方式。俄罗斯石油公司与卢克石油公司属于俄罗斯最大的2家石油公司。制裁开始后，可以大幅限制俄罗斯的能源收入，逼迫俄罗斯放下武器与乌克兰和谈。如果将制裁与会晤取消结合，就会得出一个结论：美国见向乌克兰施压不成，又把矛头指向俄罗斯。这不是猜测，而是事实。特朗普虽然是美国总统，但是他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商人。在此之前，特朗普想的是跟俄罗斯搞好关系，方便战争结束后开展美俄贸易。因此，在特泽会上向乌克兰施压，觉得泽连斯基手里没牌。问题是，这个计划翻车了。无论是乌克兰还是欧盟，都表现得极为坚定，绝不放弃顿巴斯。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有3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放弃引导和谈，想怎么打就怎么打，美国只负责卖武器，还有钱赚。但是在中东还不稳定的情况下，放弃参与乌俄会谈，诺贝尔和平奖就别想了。特朗普自然不愿意。第二个选择，那就是继续力挺普京，站在乌克兰的对立面，但这也就意味着欧洲与美国的矛盾越来越大，之后会产生什么影响，谁也说不准。第3个选择就是制裁俄罗斯，逼迫普京与泽连斯基和谈，好处很多，缓和与欧洲的关系，以后大家有钱一起赚。唯一的影响就是未来的美俄贸易，但这也不算什么事。就俄罗斯当前的经济情况，乌俄停战之后，特朗普上门做生意，普京会拒绝吗？或者说敢不做吗？答案很明显，不会，影响几乎等于没有。以上这3个选择摆在白宫，选哪个一眼就能看出来。从这个角度考虑，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就变得合情合理了，最终目的就是逼迫俄罗斯和谈。现在欧洲已经做好了和谈的一切准备。彭博社报道，欧洲多国正与乌克兰仿照特朗普的加沙和平协议，草拟一项12点和平方案。特朗普将担任和平委员会主席，监督计划落实，内容包括交换战俘、乌克兰的安全保障、战后重建资金以及乌克兰快速加入欧盟。乌俄就备战领土管理进行谈判，乌欧不会在法律上承认任何备战领土属于俄罗斯，俄罗斯被冻结资金全部用于乌克兰重建。资源联盟也在等，一旦停火达成，立即派遣军队进入乌克兰。英国国防大臣希利明确表示，26个国家已经为此准备至少6个月。不过，想要逼迫俄罗斯谈判，除了制裁，最简单、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加强乌克兰的战力。《华尔街日报》报道，在特泽会之前，特朗普政府就已经取消了对乌克兰远程导弹的限制。说直白一点，就是基辅可以使用欧洲援助的远程导弹打击俄罗斯本土。最近，乌克兰总参谋部表示，使用一枚风暴阴影导弹击中了俄罗斯位于布良斯克的军工厂，也算证实了《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有意思的是，针对这份报道，特朗普在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帖称，这是假新闻，无论这些导弹来自哪里，无论乌克兰如何使用它们，美国都与此无关。新闻假不假，火力军能不知道吗？事实就是，乌军使用风暴阴影打击俄本土，特朗普的发言更像是把美国摘出去，与美国无关。言外之意就是乌克兰随便用。不过解除武器限制并没有显著改变战局，仅仅是恢复了之前基辅使用远程导弹打击俄本土。
只是与2024年不同的是，在2025年，乌克兰的国产导弹频繁亮相，使用火烈鸟、长海王星导弹可不需要别人的认可。俄罗斯要面临的是远超之前的导弹打击频率。想要赢得战争，除了导弹，乌克兰还要在战机上下功夫，采购了上百架鹰狮，这是鹰狮有史以来最大的单笔订单，也是乌军吹响的反攻号角。接下来，乌军或许要发起总攻。谁也没想到，泽连斯基冷不丁地放了一个大招。防务快报报道，乌克兰与瑞典已经签署购买100到150架鹰狮 EF 的意向声明。根据目前的消息来看，单一架战机可能会在2026年转让。交易不仅包括飞机采购，还有飞行员培训、维护合作和技术共享。目前，乌克兰飞行员已经在接受鹰狮战机的培训，不过由于采购数量的问题，交付速度会有点慢。除了乌克兰的订单之外，瑞典也为本国空军订购了60架鹰狮 EF。萨博这边平均每年生产约12架鹰狮战机，按照这个速度，仅仅是瑞典自己的订单都无法在2030年之前完成。想满足乌克兰的需求，必须扩大产量。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客户本地化生产。萨博向印度推销鹰狮时，就提出了在印度建立一个研究和工业中心。还有巴西，就是通过与萨博和巴西航空工业公司的合作，在国内组装鹰狮。乌克兰大概也会本地化生产，如此一来，技术不就来了？还能加快交付速度，刺激本国经济。唯一的代价就是花的钱有点多，一架鹰狮 EF 的成本在1.38亿美元至1.46亿美元。乌克兰那么多鹰狮，价格要在146亿美元至219亿美元。至于乌克兰选择鹰狮的原因，泽连斯基没有多说，仅仅是表示鹰狮是个强大的航空平台，能够执行广泛的任务。好像什么都说了，又好像啥也没有。不过在5代机不出的情况下，美欧4代机的性能都大差不差。火力军估计，乌克兰这是看上鹰狮高速公路起降以及多用途的能力。等到这批鹰狮服役，或许就是乌克兰的总攻时刻。就当前的乌俄战线，俄罗斯一直在发动进攻，但是进展几乎等于零。比如红军村，反而被乌军接连收复多个定居点。归根结底，在无人机横行的战场之上，装甲推进已经彻底无用，只能利用人力一点点向前突破。可以说，无论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都不具备发起大反攻的实力。俄军之前的春夏攻势，说白了就是利用士兵数量上的优势，用血肉之躯开路，结果就是付出了巨大的伤亡，却没有多少收益。乌军士兵的数量本就不多，这种攻势可以直接排除。所以在当前的战场上，乌军即使是反攻，也是小规模突袭。如果仅靠地面攻势，像之前反攻哈尔科夫，每日推进40公里，10天收复2000多平方公里的壮举，已经无法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就要用到战机了。利用接连不断的空袭辅助地面进攻，最终收复失地。特别是克里米亚，乌军频繁打击俄后方雷达，或许就是为空袭做铺垫。虽然以上都是猜测，但火力军很期待看到这一幕。当然，即使没有战机，就俄军内部拉胯的士气，乌军也能取得新成果。在红军村地区，乌军解放了库切利夫、亚尔，俄罗斯则是堵上了国运，启动冬季攻势，希望在停战之前夺取更多的土地。在战报开始之前，我们先介绍一位乌克兰英雄谢尔盖，代号乐高。他曾是笔耕不辍的编辑。乌俄战争爆发后，谢尔盖愤然从军，在战火中重塑自我，成为无畏的冲锋队指挥官。在作战期间，炮弹碎片击中了乐高谢尔盖的胸膛，正是这一颗浴血的心，造就了不屈的传奇。2024年1月12日，这是他永生难忘的地狱18小时。深陷重围，敌军如潮水般发动了10多起猛攻。面对绝境，谢尔盖和他英勇的战士们浴血奋战，以钢铁意志坚守阵地。18小时的殊死搏斗，他们歼敌50余人，最终撕开了包围圈，创造了战场奇迹。这颗被弹片穿透的胸膛中，跳动的是复仇的怒火。康复后重返前线的他，用生命诠释着乌克兰的坚韧与不屈。他的故事是献给所有为自由而战的英雄的赞歌。相比乌军的英勇作战，俄军都连前线的仗打得不明不白，将军更是公然抗命。战争研究所报道，俄罗斯北方集团的军事博主爆料称，俄军第200摩托化步枪团的士兵家属已经忍无可忍，联名要求军事指挥部赶紧把他们的亲人，包括那些已经阵亡的士兵尸体从前线撤回来。据这位博主爆料，这支部队从2025年9月开始就一直被扔在库尔斯克州的库里洛夫卡附近，基本上是没人管的状态。他还指名道姓地炮轰北方部队总司令叶夫根尼·尼基弗洛夫上将，说这位将军公然抗命。俄罗斯总参谋部禁止使用由空天军组成的部队发起地面攻势，但是尼基弗洛夫不管，派出俄罗斯空天军组成的摩托化步枪部队，取代了第1427摩步团参加进攻行动。只能说俄军指挥系统已经乱成一锅粥。
把一群开飞机的拉去打地面冲锋，这不是纯纯的送人头吗？莱曼方向，俄军最近换了套新剧本，但怎么看都有点上不了台面。在当地作战的一名乌克兰女发言人吐槽，现在俄军步兵都学聪明，他们以小股部队进行渗透，但避免和乌军正面交火。一有风吹草动，就立马钻进地下室和防空洞里躲起来，等着后续部队上来再一起搞事情。这位发言人也说了，俄军指挥部为了宣传需要，还经常给士兵下达一些奇葩任务，比如强行要求他们去某个地方插旗，就为了拍个视频，好在宣传上显得自己占了数量优势。当然，光靠步兵还不够，俄军指挥部还调来几支精锐的无人机部队，打击乌克兰的地面补给线。不过，乌克兰发言人透露，在莱曼方向，光是9月份，他们旅的电子战操作员就在这个方向上成功压制了大约1200架俄罗斯 FPV 无人机。红军村方向，乌军再次收复失地。从8月份开始，距离红军村40公里的库切里夫亚尔就被俄军占领。现在，乌克兰国防军宣布，库切里夫亚尔已经被解放，俘虏了数十名俄罗斯士兵。第132独立侦察营发布的视频显示，乌军已经在该地区升起国旗。前线都已经这样了，普京还要赌上国运，发起新攻势。或许是因为特朗普转变了方针，俄罗斯觉得依靠美国夺取顿巴斯无望，所以要自己动手。于是冬天还没到，俄罗斯就开启了冬季攻势，摆出了一副我要梭哈的架势，试图在可能的停火谈判前多抢一点地盘。军事分析机构指出，俄军正在疯狂调兵遣将，试图在前线撕开突破口。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之前放话，要突破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但火力军看，俄军现在还是把全部家当都压在了红军村和库皮扬斯克。为了这场豪赌，俄军把预备队第5坦克师、第90坦克师、第27师全部重新投入战斗，还给第7合成军、第19和第42师增派了大量部队，可以说是把能动的牌都打出来了。但现实是残酷的，在红军村方向，俄军猛攻了14个月，阵亡10几万名士兵，在库皮扬斯克也损失了数万人，结果才刚刚摸到市中心的边。想继续推进，那就得准备付出更惨重的代价。俄罗斯坚信自己能赢得这场消耗战，认为乌克兰的防线会在俄罗斯经济崩溃前先顶不住。但经过3年8个月的战争，乌克兰已经不是当初那个乌克兰了。想在停火前拿下整个顿巴斯，火力军看这更像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只会让这场战争的损失变得更加惨烈。在近期的战场之上，乌克兰就逮到了几条大鱼。最大的鱼就是白俄罗斯前总统候选人之子伊万乌斯。白俄罗斯媒体报道，伊万为俄战死乌克兰，这故事的魔幻程度，就连好莱坞编剧都写不出来。伊万他爹德米特里乌斯2010年代跑去竞选白俄罗斯总统，结果只拿到了不到0.4%的选票。选举结束后，还因为组织大规模骚乱的罪名被捕，判了5年半，但5个月后又被特赦放了出来。伊万算是个铁杆亲俄派，但有意思的是，到2020年，他又参加了反对卢卡申科的抗议活动，还因此被关了15天。在1月17日，伊万与俄罗斯军队签署了一份合同，对乌克兰开战，但2个月后失踪。白俄罗斯独立通讯社报道，2025年10月，在移交给俄罗斯方面的一具遗体残骸中，发现了伊万乌斯。从乌俄战争开始，俄罗斯就通过设在白俄罗斯的征兵委员会公开招募白俄公民去卖命。根据乌克兰我想活下去项目的报告，至少有314名白俄罗斯公民在替代俄罗斯打仗时死在了乌克兰。只能说，在一个被战争扭曲的时代，什么样的魔幻剧本都可能上演。除了正面战场的硬碰硬，乌克兰在背后也给俄罗斯的特种部队来了一记狠的。我想活下去项目爆出猛料，直接公布了一份阵亡名单，把这事儿给捅了出来。乌军端掉了一整个小组的俄罗斯破坏者，这些都是俄罗斯精英特种部队塞涅日和库宾卡的王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之前在切尔尼戈夫地区，乌军第54独立侦察营和第105边防支队干掉了塞涅日的6名军官，人员、武器、装备全被缴获。塞涅日和库宾卡属于俄罗斯特种作战部队的核心单位，里面的成员都是千挑万选、训练多年的精英。对于俄罗斯来说，这已经不是战术上的损失，而是战略性的打击。培养一个这样的特种兵需要数年时间，现在整个小组被清算，等于直接动摇俄罗斯特种部队的人员根基。在武器领域，乌军还击毁了俄罗斯龙卷风火箭炮。乌克兰的拉斯集团部队在距离前线将近50公里的地方，成功监测并摧毁了一套俄军的龙卷风。外界普遍认为这是现代化升级版龙卷风 S。如果这是被证实，那将是这款王牌火箭炮首次被摧毁。乌克兰南部国防军把整个过程拍得明明白白。拉斯集团的空中侦察单位先是在田野里锁定了这台正在作业的火箭炮，等龙卷风 S 准备跑的时候，无人机接连敲门，直接将其干掉。
这道长期在赫尔松、尼古拉耶夫和扎波罗热地区对乌克兰后方狂轰滥炸的火箭炮，总算是遭到了报应。虽然龙卷风 S 跟老款的龙卷风长得很像，很难一眼认出来，但考虑到它能达到70-80公里外的目标，8、9不离10就是它了。就算退一万步讲，被干掉的是老款龙卷风，那也是全面开战以来第3次被证实的摧毁记录。欧洲方向，罗马尼亚战机紧急起飞，拦截俄无人机。10月22日，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了无人机空袭，目标直指多瑙河对岸的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虽然打的是乌克兰，但这其实就是顶着罗马尼亚的脑门输出。罗马尼亚图尔恰县拉响防空警报之后，2架 F-16从博尔恰空军基地紧急升空，前去查探情况。指挥官直接给了飞行员最高授权，任何敢侵犯罗马尼亚领空的目标都可以直接开火。为了保险起见，凌晨2点35分，2架德国的欧洲台风战斗机也从米哈伊尔·科加尔尼恰努空军基地起飞，执行加强的空中警戒任务。直到凌晨3点，警报才解除，几架战斗机陆续返回基地。根据事后报告，乌克兰那边的伊兹梅尔和基利亚港口附近传来了大约10次剧烈的爆炸声，没有证据表明有无人机越界进入罗马尼亚。之后，罗马尼亚国防部发表声明，痛斥俄罗斯不负责任行为。声明里说，这种行为不仅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蔑视，更是对整个黑海地区安全稳定的巨大挑战。最后那句话才是重点，这不仅危及罗马尼亚公民的安全，也危及北约的集体安全。欧洲的局势越来越紧张了，接下来情况会如何发展，我们拭目以待。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百家英师什么时候能进入乌克兰？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